比特币下一个入场机会即将到来了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日线上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用波浪理论来分析一下当前的盘面了。那我会认为呢，我目前已经稍微修正了之前的这种画法，因为之前的画法呢，它确实是有一点瑕疵在的。我们底部呢，从这个位置肯定从这里开始的。那第一浪呢，以前我们都从这个位置画，因为我们往往会认为呢，我们打到了这个最高点，它就是第一浪的结束的位置嘛。不过我后来修正一下，发现呢，如果说把这个位置第一个高点呢并不是说最高点第一个创出来的高点呢，视为是我们一浪的终点的话，我认为这样画起来会更顺。那当然，我后面走的是一个 A、B、C 嘛，那当然没有规定说这个 B 浪它一定得不能超过一浪的最高点。那我们二浪回调之后呢，走三浪、四浪，那这样就可以很完美的规避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浪跟四浪呢，就是完美的不重合的。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点呢，它视为是一浪的终点的话，那我们一四浪重合，这个波浪就肯定不成立了。那五浪我们也确实创出了一个比较弱势的高点，这个五浪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在走的呢，很有机会要走就是一个 A、B、C， 从这个位置呢，开始一个 A、B。那当然了，这个 B 会在哪里结束呢？终点在哪里？我们现在走到终点了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呢，最高点是到了28062嘛，不对，28613。那这个位置它是不是最高点呢？以现在来看呢，它确实是比较难判断的，但我认为会在29000一直到28600这附近左右呢，我们会创出来 B 浪的最高点。那我们 C 浪呢，就迎来一个比较大的回调了，它肯定会比我们当时 A 浪的回调呢要来的更夸张，要来的更大，更气力放尽。那你可以发现我们上面呢会走成一个很完美的头肩嘛。好，那我们可以来稍微分析一下当时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高点画为是一浪的终点呢？这个我们刚刚有很仔细的解释过了。那这个 A、B、C 呢，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它走的是一个回调嘛，它走的是这样子。那我认为这样全部链接起来的话，就会非常合理。而且如果我们把当前的盘面呢，我们再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级别我们其实这个 A、B 呢，它其实也可以把它很精细的画成这个位置呢，它出了一个五浪，然后这里有五浪之后呢，然后我们再走一个 A、B、C 三浪的反弹。好，但这个很详细的浪型呢，我们就必须要切小一点级别，我们才可以画得很清楚了。我们切到一样是日线吧，我们要从日线上从日线上呢，我们再来把这个位置呢，其实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走成是空头优势了，不然我们不会在下跌的时候呢走成是下跌五浪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段下跌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走成了一个我认为挺完美的下跌五浪了。这个一四浪当然是不重合的，然后三浪不是最短的一浪嘛，这绝对没问题。那五浪它也顺利打出了新低。那你可以看我们这一段的上涨，它就是一个三浪的结构 ，A、B、C 三浪的结构。你可以看这里是 A， 然后 B， 那 C 浪结束了没有？这个还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看到 C 浪结束了呢？这个还不确定但我会认为呢，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或者说预期上的、心理上的目标价位。这个位置我会认为大概在29000附近你可以看到29000这个位置呢，它不仅仅是我们前期互换位的最下缘，大概在29000附近。而且29000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画这一段整段下跌，它的回调点位呢，0.618的位置，它也大概在29000。而且通常呢，其实618它通常是在我们下跌之后的第一波，就是下跌之后的第一波反弹才会到达比较高的这种0.618。那如果说是到了我们下跌的可能中段或者说中后段的话呢，通常反弹都不会反弹的这么高，只有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尤其是空头刚开始的时候它才会反弹的这个高度会到达比较高的位置。那如果我们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段下跌之后呢，反弹如果到618的话，它大概是29200吧。那其实跟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29000的位置呢，就比较相近了。那当然，如果要抓一个比较紧绷的做空的入场价位的话呢，我认为29000这个地方当然是最好的，但很有可能它不会来到这个位置。那怎么办呢？其实如果说它不会来到的话，就会比较复杂，或者说我们可能就要冒一点险，可能就要把仓位降低，因为我们开仓的点位呢，可能就不会到太好。其实我们虽然说最高点呢是到了28600嘛，但是我们要开仓在28600呢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比较有机会呢，可能在28000附近，这才是一个有机会做得到的位置。
那我们要在寻找交易机会呢，肯定就要切小一点级别了。如果我们切小到4小时呢，我会认为啊，我们现在呢正在测试这个27200-300左右，27200-300这个位置呢，它如果被跌破的话，它其实顶部的结构呢就已经成型了。你可以发现啊，如果我们跌破的话呢，我们就会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双顶了，非常完美的双顶了。那如果说跌破的话呢，我个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双重的交易机会。第一个是水平的嘛，那再来就是通道。当然了，我们从日线上也可以画，但从4小时呢，我们可以画得更精确。下面的这个针尖呢，还有接下来这个位置，它所形成的低点呢，我们可以一画就形成了一个通道嘛。那这个通道如果说从白色线双重位的地方跌破的话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双重的机会哦。那在这个位置，我个人是会去加仓的，我个人是会去把这个空单给加上。不过以目前来看呢，空头的量呢还需要再更大一些，我们这个交易机会它才会成立。或者是呢，就是我们刚刚说29000的这种机会嘛。那如果说我们要看到29000的话呢，或者说到29000才做空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点位呢给清晰的标示出来一下啊，29000这个地方，29000，如果要到29000，它就会创出我们这一段上涨以来啊，这段反弹以来的新高。那如果说创出新高，然后又快速的收回的话，就像我们前期在走的这个位置一样的情况呢，我个人就会直接入场，就会直接入场，因为我认为这个就有绝对点位的优势了，那是值得我们去左侧试试看的。好，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在日线上呢，我们其实现在啊，它震荡时间真的已经太长了。我们来稍微测量一下，我们现在呢，自从我们暴力下破过后呢，到现在啊，已经走了52天了，那它总共是526千的量能。那其实跟我们上面的这个区块啊，它主要的派发区呢，其实是已经相当了，大致上相当，大致上啊，无论从天数啊、量能啊，都是如此的。那其实我认为之前是有一个小小的错误，应该说有一点误区，也就是说我们在下方它形成了大约相同的这个时间量能之后呢，我们就有机会啊，在测试29000、3万的时候呢，突破上去。那如果说我们看到了3万，或者说3开头的比特币的话呢，那这段空头呢，我认为就已经告终了，它就已经死亡了。那我们现在确实有这个机会，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这边时间震荡了够之后呢，我们就不会下跌哦。只是空头的优势呢，确实会丧失一些。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吧。其实如果说呢要做空的话，我个人一定会把仓位都放在以太坊身上，或者说以太坊的仓位会是比较重的，因为你可以看我们这段反弹以来呢，这段上涨呢，我们从最低点24800左右，一直到现在呢27400，它还有多少的距离呢？它大约还有10%左右的距离了。但你可以发现以太坊呢，它这段回落之后呢，它已经很接近前低了，已经很接近前低了。等于说我们这段反弹这段上涨，它全部都被吃掉了。它离前低到现在就是3.5%的距离而已。那这可以体现在以太坊假突破之后呢，它暴力的回落，把之前上涨全部都给吃掉，而且在这段时间内呢，它也走的比较弱势所以如果做空的话呢，我个人会以以太坊为主。那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些交易机会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那 BitGet 你现在只要 KYC 就会送你$20的体验金，加上数字货币盲盒。好，那非常欢迎你可以收看我昨天非常精心剪辑还有配置字幕的访问 Crypto 的影片。那他在这个圈子呢也算是非常非常有名很荣幸可以访问到他，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观点里面有问了很多我认为是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很希望知道的，那我们都有中文字幕的翻译，非常欢迎大家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